美国牧师布兰登·比格斯在他的频道 Last Day 上公开讲到，在俄乌战争爆发之前，他看到从欧洲的一个巨大的深坑里冲出来一个战争邪灵，他的头上长着巨大的犄角，身上披着一层像北极熊一样的白色皮毛。这个战争邪灵旋转着进入了俄国总统普京的身体。对于现在已经扩大的以哈战争、俄乌战争，背后是否也存在战争邪灵呢？美国的另一位牧师霍德华·皮特曼在濒死时来到了不同的世界，目睹了人类末世面临的巨大危险。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个看似惊悚又和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的话题。1979年8月3日，皮特曼在竞选州保安官的前几天，因为动脉突然破裂，被紧急推进了手术室。当医生实施急救时，他曾经短暂地恢复了知觉，知道自己快死了。那时候他呼吸的每一口气都很艰难，他知道自己的死期快到了，于是祷告，恳求神延长他的生命。皮特曼出生在信仰之家，他的父亲是教会执事，他从青少年时期就接受了洗礼，并且在担任警官期间在大学进修，取得了犯罪学和神学学位。濒死中，他忽然听到一个迷人的声音，像是带有催眠的作用，听起来是那么的美妙。那声音告诉他说：“停止呼吸吧，一切都结束了，终于可以安息了。”这是他第一次听到超自然的声音，当时就被迷住了。那声音还告诉他，只要皮特曼顺服他，就会得到想要的一切。于是皮特曼开始减弱呼吸，准备咽下最后一口气儿。突然一个字“不”像闪电一样打在他的身上，他立刻警觉了，那不是神的声音，那是撒旦迷惑人、撒谎的声音。就在他拒绝的那一刻，撒旦逃走了。这时候他看到了天使，原来天使一直待在他的身边，看着他的选择，直到他用自己的意志抵挡了撒旦的诱惑。这时天使出现了，把他的灵魂高高举起，带着他进入了另外空间。那是一个截然不同的世界，充满了各种各样的恶灵，颜色也不一样。确切地说，那是邪灵或者是堕落天使。也有的邪灵和人的形象一样，也有的像一些动物，它们的形状无法想象的可怕。从他的描述中，是不是让观众朋友联想到魔戒中半人半兽的邪灵呢？在天使的保护下，皮特曼自由地穿梭在灵界。在灵界的交流方式不是靠嘴说，也不是靠耳朵听，而是用心念沟通，而且想去什么地方一想即到。按他的说法，他们是按照思速，随着思想的速度旅行。在邪灵的世界中也有权力的划分，就像军队中有不同的军阶等级一样。有些邪灵还有大军的头衔，负责掌管某个领空。这个领空的范围可以是一个地区、一块地方，或者是一个团体，大到一个国家，小到一个人。撒旦指派魔军工作，就授给他权柄。魔军奉撒旦的名号行事，使用各种方法来完成他的工作。在高一点的层面，邪灵看起来像人；在低下的层面，看到邪灵是半人半兽。当皮特曼经过邪灵的世界时，被一股说不出的可怕压抑的力量所影响，像要窒息一样。邪灵虽然在另一个空间，却影响着现实世界。具体是怎么影响的呢？
不同的邪灵有各自擅长的领域以及不同的分工。我们在先知预言俄国命运的那期节目中谈到了美国牧师比格斯看到的战争邪灵，皮特曼在濒死中也看到了其他的战争邪灵。据皮特曼所说，在邪灵的世界，称王的是巨大的战争邪灵，属于魔王一级，看起来像人，长得非常的高大，约有8英尺高。这些打仗的邪灵全是古铜色的，听起来是不是会让华人朋友联想到上古时期铜头铁额的蚩尤呢？其他的邪灵都拜伏在他的脚下。战争邪灵是魔鬼中的霸王。熟悉圣经故事的朋友可能还记得，骄傲是撒旦堕落的原因之一。皮特曼看到的战争邪灵也有骄傲、治世能力、狡猾的特性。他们在邪灵世界和现实物质世界中任意横行，总是成群结队，绝不单独行动。这一层的邪灵负责发起世上的战争，散播谣言，挑起事端。人类的战争多是由他们促成的，一直延续到近代。即使在现代世界也不太平，中东的以哈战争、欧洲的俄乌战争仍在进行中。这些战争的背后，是不是也有皮特曼所见的战争邪灵呢？在第2集的是贪婪邪灵，这类魔鬼是战争邪灵的直属下级。让皮特曼吃惊的是，贪婪邪灵的形象就像他看到的普通人，在任何一家公司都可以见到。他们拥有最平凡的外表，却被赋予了摧毁这个世界经济的任务。为了挑动世人接受敌视神的思潮，摧毁经济是他们采用的必要手段。同时，它也膨胀人的欲望，诱导人把自我的需求、个人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永远高于别人之上。与贪婪邪灵在同一阶层的还有仇恨邪灵、淫乱邪灵等等。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可以看到他们的工作恶果。皮特曼列举了在中东一些国家，疯狂的激进分子每个月枪击数百人，声称为了他们所谓的神。皮特曼还看到一种青蛙邪灵，非常的卑贱丑陋，却在当今的社会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比如世上那些堕落的淫乱行为，就是青蛙邪灵操控干的。皮特曼让人们看一看现今世界各国发生的贪污案、绯闻和丑闻，就可以了解邪灵的运作。在末后的日子里，魔鬼邪灵更会全力攻击人类，包括大人小孩在内。在现实的对应中，比如在一些国家，从幼儿园、小学就提倡男女变性、同性恋。除此之外，位于第3级的还有巫术邪灵，他们掌握着各种妖术、魔术技巧，利用巫术编造假宗教，祸乱世人对神的正信。说到这儿啊，为观众朋友推荐一本书《魔鬼在统治我们的世界》。书中揭露了共产邪灵通过36集，试图从家庭教育、媒体和社会生活等多个领域，逐步瓦解人类文明。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看一看。那么邪灵又是如何附在人身上的呢？当皮特曼被天使带回医院，他发现自己的肉身仍然躺在那里。在一个房间里，有一对男女面对面地说笑着。忽然有个低下的邪灵站在了他们中间，专门诱惑人。他接近那个男人的脸，瞬间像一股烟似的钻到了那男人的身体里。天使说他得逞了。天使又带着皮特曼去看邪灵祸乱的其他地方。就在市区的街上，他看到许多人在这个世界上忙忙碌碌地奔波，却丝毫不知自己早已成了邪恶势力猎取的对象。或许在另外空间真的存在大量的邪灵，所以从古至今，东西方几大正教都存在类似的驱魔法师，帮助人们驱逐附在人身上的恶灵。比如影片《教皇的驱魔人》
就以真人真事为蓝本，通过艺术的手法表现了魔鬼附身后的各种诡异行为。说起来呀，这几年驱魔题材还成了影视界的一股热潮。我们话又说回来，既然存在邪灵附身，那么怎样做才能避免呢？天使说，人类有相当大的自主权和独立意志，会使邪灵进不了身体里，因为人是被神按着神的形象造出来的，拥有自由的意志，可以选择和决定很多事。人内在的神性是一道有力的强大的防线，天使不能干涉人的意愿，邪灵也不能随意左右人，除非人自己愿意要它。每个人身边都有守护他的神明，天使非常愿意为保护人类而与邪灵大战。如果人自己主动放弃神，与邪灵为伍，天使的能力再大，也没有办法保护他。天使带着皮特曼不停地穿越，来到了天堂的大门前。此时此刻，皮特曼感受到了神的慈爱和威严。站在神的面前，一开始他还很胆怯，可是一想到自己忠实地侍奉了神很多年，于是他开始大胆地讲述自己如何全心地信奉神，如何遵照神的话过着充满爱、敬拜和自我牺牲的生活。他还大胆地提醒神，我现在遇到了麻烦，希望神能帮助我延长一次我的寿命。当皮特曼滔滔不绝的时候，神一直没有说话，耐心地听他说完后，才给予他回答。然而，神的声音和他之前听到的撒旦那迷人的声音完全不同。皮特曼说，神的声音犹如雷霆震怒，就算把所有的风暴、火山、龙卷风和飓风的声音加在一起，都比不上神的声音带来的震撼。皮特曼不是全身心的信奉神吗？为什么神会震怒呢？神告诉他，他的信心是死的，他的神职工作是不能被神认可和接受的。在神的眼里，皮特曼过着一种可憎的生活，一直在瞎忙空忙，还敢将其称为敬拜的生活。当神指出他的过错，说话的语调带着愤怒，打在皮特曼的脸上，以至于他一度以为神搞错了。神啊，您是在说别人，不可能说的是我吧？不过在神展现的真相中，皮特曼看到自己的所作所为都是为了自己，为了得到神的眷顾。他的一生都是首先专注在自己的需求上，然后才关心神想要的。当他祈求得到满足后，才有动力去做侍奉神的工作。他意识到自己颠倒了主次关系，归根结底，他最爱的是自己，对自我的爱甚至超过了对神的爱。他自以为帮助了很多人，其实那些人中很多都没有得救。以前他自以为的侍奉神的生活，只不过是自欺欺人罢了。他看到了自己生命的真实一面，把对自己的好处放在了第一位。我是我自己的神，我已经变成了自己的假神。皮特曼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所在，来自神的震撼教诲就像一道霹雳打在他的身上。在真相面前，他内心的负重像一块巨大的石头，把他碾得粉碎。他明白了，真正的信仰神是要舍去自我，还要背起十字架，经受一定的苦难，否则就无法作为神的门徒。那时的他像一块破碎的布，不停地在痛悔中翻滚。他向神保证，下次一定会做好。而神对他说，你以前也这么保证过。这是神说给他的最后一句话。
皮特曼想起了在过去的生命中他向神做过的承诺，一个也没有实现。他也觉得自己辜负了神，现在就是被赶进地狱，他都没有什么可抱怨的。他在神的面前跪下来，心中充满了痛苦和悔恨。这时候，神展现出强大的慈悲。皮特曼在自己的生命中第一次感受到，坐在宝座上的神是一位真正真实的父亲。突如其来的慈悲，犹如放大了1000倍的爱，就像神撇下了他所创造的一切，慈爱的和一个浪子促膝相谈。皮特曼感受到神对他的怜悯，为他遭受的痛苦而悲伤。然而，为了让他真正的醒悟，神必须让他遭受一些痛苦，但又不是让他独自去承担。此时此刻，皮特曼觉得自己的寿命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能否完成神赋予的使命。当他真正关心神想要什么，他这样想的时候，神再次赋予了他生命。他在人间的肉身也从濒死中苏醒过来。有时候，我们自以为是在侍奉神，帮助别人，而骨子里把自己能否得到好处放在了第一位，打着爱神的幌子，求的却是自己的私利。当午夜梦回，我们站在神的面前，是否也会像皮特曼一样，听到神的雷霆震怒呢？好，观众朋友，欢迎您在留言区发表您的看法。感谢您收看《文史大观园》，我是雪莉，我们下次节目再见。